轨迹型 Beta Charge 动辄数十乃至破百，一般人不会有耐心一个个丢 job，因此设计 submit.py 可以一次丢非常多 job。这个资料夹是用 XDAT to POS 生成的，所有资料夹里面已经放了 FASP 执行时必备的4个档案。首先示范研究室版本的 submit.py。选择要用哪一种机器，代号跟 FSUB15641是一样的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检查一下，可以看到所有的 job 都送出去了。再来是台3版本，会先问要使用的 FASP 版本，所使用的核心数量，所使用的计算节点数量。再来是问要不要使用 ctest， 如果是台4，会叫做 development。首先我先选择 ctest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大部分的 job 都没有送上来，这个是因为系统的限制，原因我会在正文讲完之后作为补充。虽然资料夹名称都是数字，但其实没有这个限制，只要现在资料夹里面有多个资料夹，而且里面都有 FASP 的4个档案，就可以执行。程式会检查是否有缺少档案，若有缺少，会询问是否要略过这个资料夹。你可以选择补上缺少的档案，然后按 N 让它继续跑，也可以选 Y。让它跳过这个资料夹。一旦确认所有的资料夹里面都有必要的4个档案，程式它就会帮你自动提交 job。如果发现 job 有问题，会希望一次把所有丢错的 job 都删掉，而不是一个个手动移除，同时保留不想删除的 job。因此设计 delete.py， 一次性删除所有丢错 job， 保留不想动的。以刚才丢的 job 为例，假设我要留下这3个，然后删掉这3个，那么就把不要删除的 job ID 给打上去，请听清楚，是不要删除的，然后以逗号来做分隔。这里会自动列出即将被删除的 job 的 ID 以及名称来供确认，这个是会被删除的列表。如果都没有错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按 Enter 来删除。然后如果说有写错的话，按 X 离开这个界面，它就不会把 job 给删除了。那我就按 Enter 把它给删掉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就只剩下3个我们想要保留的 job 了。台3和台4中，如果是用 submit.py 丢的 job， 一定要用 delete.py 删掉，否则 submit.py 还是会持续送 job 到最后。原因我会在正文讲完之后作为补充。最后一个是执行 Beta Charge 的2行指令 Beta 和 chgsum.pl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个执行非常没有效率，所以使用 Beta exe.py。先用 help 看一下有什么标签。最值得一提的是 CPU 这个标签，可以透过它来设定同时跑几个 Beta Charge。预设是用3个 CPU， 也就是同时跑3个 Beta Charge。原本只要在这个资料夹里面输入 Beta exe.py 就可以开始执行了。然而台3和台4都有限流，即使有 CPU 标签，也不见得比较快，因为使用的 CPU 数量增加，每个 Beta Charge 的 CPU 使用率会下降。
若有快速运算的需求，建议到计算节点去跑。接下来要来示范如何在台3的计算节点跑 Better Charge。首先到研究室的 FTP 选取适当的 slum 档，然后把它给贴上来，把 beta.exe.py 的注解给删掉，就可以使用 sbatch 把 job 给送出去了。在台3和台4计算都要钱，在研究室跑不用钱，因此可以送回研究室的机器跑。至于怎么送将近几十 GB 的档案到研究室的机器，请点击右上方的影片连结，完成后会跑出新的资料夹 Better， 这里面放了所有 acf.dat 的档案待后续分析。Better Charge 的计算通常涉及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轨迹档，手动提交 job 是极其低效的。这一套自动化的脚本能够简化整个流程。Submit.py 能一次性提交大量 job，Delete.py 能一次性删除所有 job， 同时保留自己想要的。Better.exe.py 让大家不用手动执行 Better 和 chgsum.pl 几十次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从重复的手动操作中解放出来，甚至配备多核心计算。由于原子输入方法非常多样，尤其是加入分子之后，下一部影片会先介绍如何输入原子编号，再下一步才是介绍如何高效分析这个资料夹。以上是本节影片的内容，接下来是补充内容。台3、台4和研究室的机器不同，台3和台4限制了最多可以排队的 job 数量。例如 ctest 最多只能排6个，不论正在计算或等待，超过上限的会被系统退回。可是 Better Charge 的轨迹档动辄数十个，早就超过上限，因此 Submit.py 的内容和研究室机器不同，只提交刚好符合系统上限的 job 数量。当一个 job 算完之后，它会自动补上一个新的 job， 整个过程就像一个自动化的人流控管系统，只要有空位，系统就会把新的工作给送进来。整个过程是一个程序，或称一个 process。这个程序是系统层级的 ，scancel 只是删除从 SQE 看得到的 job， 并没有终止整个持续监控的人流控管系统。相反地，当你用 scancel 删除 job 之后，这个程序会侦测到空位，然后立刻补上一个新的 job， 导致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明明已经删掉 job 了，却有新的 job 自动跑出来。因此，如果想从根本上终止整个操作，你必须使用 delete.py， 才能够真正停止整个自动提交的人流控管的 process。